不是地轮，手工坊的马不是做梦。穿越真让我赶上了。李默，苏家小姐亲自登门，和离书在此，签字画押，从此两清。李默，你我自幼订婚，本是长辈的意思，但你也看到了，你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，无功名，无钱财，无才学。我苏婉嫁给你，难道要跟你一起住柴房吗？苏小姐，你说我无才学，你见过我的文章，见过我的诗？你诗？听说你连《论语》都背不全，也配谈诗？那这样，我现做一首诗，如果你觉得好，和离书你拿回去；如果不好，我当场签字，搬出祖宅，永不纠缠。行啊，去，多叫些人来，让大家都听听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苏小姐，你我无缘，这婚约罢了。走。退婚、吟诗、打脸，我这开局是拿了男主剧本。听说了吗？昨天苏家退婚，那个穷酸李默当场吟了一首诗。什么诗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。这是他能写出来的。这首诗已经上达天听，据说要给他白身赐官。一首诗不用科考，直接赐官，所以才奇怪。现在全城都在传这首诗，还有秦淮河上的花魁柳如是昨夜在画舫上弹了这首诗的曲子，说是要见一见这位李公子。第二天，诗名远扬，白身赐官，花魁关注，穿越第二定律，才名传播速度是光速。李公子，柳如是姑娘今晚在画舫设宴，请公子赏光。回柳姑娘，李某今晚必到。公子来了，我还担心公子不肯赏光。柳姑娘相邀，怎敢不来？第一杯，敬公子的诗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句子，敢问公子，这句诗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如果我说是我写的，姑娘信吗？信，因为这句诗里的东西不像这个朝代的人能写出来的。那姑娘觉得这个朝代的人能写出什么？我是说，公子之才当世罕见。公子慢走。姑娘方才说我的诗不像这个朝代的人能写出来的，也许你说的对。没有。国库空虚，边关告急，你们就拿这些废话来糊弄朕？陛下，臣有一个办法。你是何人？朝堂之上岂容无名之辈妄言？李默，陛下特赐律令郎，我的办法很简单，2个字：国债。国债，说来听听。朝廷向百姓借钱，发行债券，承诺连本带利偿还，百姓有生财之道，朝廷有军饷之源。百姓凭什么信朝廷？凭信用。第一次发小额按时偿还，朝廷凭什么有信用？凭第一次发小额债券按时连本带利还上，百姓看到自然就信了。信用一旦建立，它就是朝廷最值钱的资产。好，李默，从今日起，你入翰林院参议朝政。李大人，恭喜恭喜！不过老夫提醒你，朝堂这潭水……多谢丞相提醒，我水性还行。3天前我还是个社畜，3天后我是翰林院学士。这个世界虽然有点奇怪，但目前为止还挺友好的。国债一事，众卿有何看法？陛下，国债之法，古未有之，
朝廷向百姓借钱，还要支付利息，此乃与民争利，臣以为不可。李大人初入朝堂，怕是连户部的账本都没看过，空谈误国，此之谓也。丞相教训的是，下官确实没看过户部的账本，但下官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丞相。朝廷发兵剿匪，糜耗钱粮无数，这是与谁争利？兴修水利，耗费民力万千，这又是与谁争利？朝廷做事从来不是与民争利，而是为民谋利，国债也是如此。百姓借钱给朝廷，朝廷用这笔钱平边换修水利，百姓不仅拿回了本息，还享受了太平，何来争利之说？那依你之见，此事该如何推行？臣建议先选一州试点，若成，再推行全国；若败，臣愿承担全部责任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着李默筹备国债试点事宜。给我找一个最乱的州让去试点，那里的地方官会让他知道什么是寸步难行。是。进来。柳姑娘，你怎么……公子不必惊慌，我是悄悄来的，没有人看见。听说公子在朝堂上驳倒了丞相，试点国债的事儿也定下来了。姑娘的消息很快。秦淮和尚消息比宫里还快。不过我来不是为了说闲话。公子试点国债需要启动资金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户部卡着款项，各大钱庄都在观望。这里是3万两，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。柳姑娘，这不是白给，是投资。等公子的国债发行成功，连本带利还我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们只见过几面。因为公子看我的眼神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别人看我是看花魁，公子看我是看一个人。3万两，你不怕我赔光？怕，但我更怕错过一个让我觉得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。对了，丞相的人去找过苏氏钱庄，公子要小心苏万军。3万两，很好，情感线推进符合预期，明天安排苏氏钱庄的戏，准备切换到苏婉的身份。李公子不对，现在该叫李大人了。光临寒舍，有何指教？苏伯父客气，下官是为国债一事而来。苏氏钱庄遍布天下，若能与朝廷合作发行国债，于国于民都是好事。李大人快曰，老夫也不瞒你，朝中已经有人打过招呼，苏家不便参与此事。苏伯父说的有人是赵丞相吗？伯父，我们来算一笔账。若苏家不参与，国债由朝廷强制推行，苏家的钱庄业务会受到多大影响？朝廷发行国债，百姓会把存在钱庄的银子取出来买国债，到那时候，苏家的钱庄还有银子可以周转吗？李大人是在威胁老夫？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苏家参与发行国债，不仅能保住钱庄的流动性，还能从中获得发行佣金，这是互利共赢。伯父是生意人，这笔账应该比我会算。父亲，李公子说的有道理，与其被朝廷裹挟，不如主动参与，这样至少能把控风险。婉儿，你不懂。我懂，李公子，苏家可以合作，但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发行抽成不低于5/1000；第二，苏家只承担有限责任，若国债销售不畅，朝廷需自行兜底。成交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赵丞相那边，父亲自己去解释。我只是做了一个对苏家最有利的决定。国债这件事，苏家不做，自然有别人做。到那时候，苏家才是真正的输家。你以为你是在帮苏家？你是在帮那个李默。都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。试点州的知府已经贴出告示，凡购买国债者，需先完清历年积欠的赋税。百姓不敢买。很好，我倒要看看没人买他的国债，他怎么跟陛下交代。买国债者，需先查历年赋税，若有拖欠，补齐后方可购买。钦此。这不是逼我们吗？谁家没欠过几年税？算了，不买了，本来就没几个钱。大人，这是召唤的人在搞鬼，要不要弹劾那个知府？弹劾一个知府有什么用？
他巴不得我参合，那样就会拖入漫长的审查，试点就黄了。有更简单的办法。我要买国债1万两。您是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来买国债。我买100两。我买10两。大人，那个第一个买的人是我让柳姑娘安排的，花了100两请的托。有时候百姓需要的不是道理，是带头的人。丞相，国债卖完了，1天之内全部售销。给我查，是谁带的头？是一个商户，但查不到他的底细。不用查了，是李默自己安排的人。这一局我输了，但下一局我不会让他这么轻松。去，把苏万军给我叫来。试点成功了，今天是来还姑娘钱的，本金3万两，利息不急，今晚是庆功，不谈钱。公子知道吗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诗时，就觉得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人生若只如初见，这个句子太奇怪了，不像任何一个古人能写出来的，但它就是好。公子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我说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的，你信吗？信。在我老家，我也做过同样的梦，梦见自己不是花魁，只是寻常人家的女儿，嫁一个像公子这样的读书人，不写诗也行，种地也行。你老家在哪里？很远。很远是多远？300公里。我是说，离京300里，一个贫穷的小渔村。我有时候觉得，我好像活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，一切都太顺利了，顺利的不真实。你太好，尤其是遇见你。也许假的比真的好。公子慢走。入戏是好事，但别忘了，戏终归是要收的。试点州国债全部售清，百姓认购踊跃。第一期本息已按时偿还，朝廷信用已初步建立。好，既如此，便可推行全国。陛下，国债印制需大量用纸，按规矩，国债的纸张采购需经户部审批。李大人既已试点成功，接下来就按流程来吧，户部定会全力配合。陛下，臣有一策，讲。既然造纸坊由户部统管，不若将国债印制权直接交给户部，各司其职，互相监督。臣以为可行。准，户部与国债司协同办理，不得推诿。不过有一点，印制的成本需由户部先行垫付，待国债发行完毕，再从收益中扣除。就这么办。李大人好手段，把烫手山芋扔给了户部。丞相过奖。下官只是觉得，既然是户部的人管纸，那纸出了问题，自然该户部负责，公平合理。李默，你以为这就赢了吗？丞相说笑了，这才刚开始。丞相查清楚了，是秦淮河的花魁柳如是出钱安排的托，他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给了李默。一个花魁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穷酸小子身上，真有意思。去查查他的底，如果查不到，就让他消失。大人，柳姑娘来了，还带了一群人。这是秦淮河上37家画堂的姑娘们，听说公子要全国发行国债，都想来出一份力。刘姐姐跟我们说了，公子是个好人，做的事也是为国为民的好事。我们虽是青楼女子，可也想报效朝廷。这是我的嫁妆，不多，6000两，公子别嫌少。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我说有一个穷酸书生写了一首诗，然后要改变整个天下。姐妹们最喜欢这种戏码了。各位姑娘，李某在此立誓。你们的银子不会被辜负，每一笔投资都会有回报，不是因为国债，是因为你们信我。我李默不辜负任何信我的人。你多少天没睡了？没事，习惯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？3万两不够，你还把自己所有的人脉都拿出来了。因为公子说过一句话，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就好了。我想让公子知道，至少我为你做的这些是真的。你也是真的。导，这段素材太真了，他的情绪完全不在剧本里。不是不在剧本里，是他已经分不清戏和真的了。
但这段素材很好，留着。不过太真的东西也要舍得剪掉。准备好下一场戏，苏家该出事了。你怎么走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跟踪了你。什么？我偷听到父亲和赵恒手下的对话，他们要杀你。我本来可以去告诉你，但我来不及了，我只能跟在你后面。我是苏万军的女儿，害你的人里有我的父亲。你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你死。你父亲的事我会处理，但我需要一个理由，保护你的理由。你不需要理由。我把父亲和赵环的密信偷出来了，那些信应该够你扳倒他们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些信一旦公开，你父亲就是死罪，苏家会被抄家，你会被牵连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因为我父亲做了错事，错事就该有人承担，而且我欠你一个道歉。那天在柴房门口，我说的那些话，每一句我都后悔。你没有欠我什么，那天的事我早就忘了。今晚的事你知我知，你回去吧，这些信我不会说你偷的。可是回去，趁还来得及。李默，我父亲做的事与我无关，但救你这件事是我自己想做的，不是为了赎罪。真的，苏婉这个角色还有多少戏份？快了，苏家覆灭，苏婉流放，这是剧本里写好的，你已经知道了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问，到时候我能用真实的样子去见他吗？不能，苏婉下线之后，你要立刻切换到柳如是的身份，时间很紧，服装、化妆、情绪全部能让他看出来。我怕我到时候演不好。你是职业演员，你演得好。再说了，柳如是的戏份也快结束了，所有人都要杀青的。苏万军、赵环，好得很。李默，这些信朕交给你，该抓的抓，该抄的抄。臣有一事相求。讲。苏婉虽是苏万军之女，但她救过臣的命，求陛下法外开恩，免她死罪。你可知她是罪臣之女，你替她求情，朝中会有人说闲话。臣知道，但臣欠她一条命，换一个请求，臣觉得值。准，流放边疆，终生不得回京。谢陛下。没关系。我听说了苏家的事，你还好吗？他救了我，但我救不了他。流放和死有什么区别吗？也许有一天他会回来的。流放边疆，终生不得回京，怎么回来？把汤喝了，明天还要上朝。苏婉下线了，柳如是还需要演多久？演到他发现为止，或者演到你撑不住为止。臣翰林院行走李默上表弹劾丞相赵环。其罪一：克扣北境军饷20万两，致使边关将士东衣断缺。其罪二：侵吞江南赈灾款项15万两，灾民冻饿而死者数以千计。其罪三：指使手下挤兑国债，扰乱朝廷信用。诬陷！这是诬陷陛下！其罪四：勾结苏氏钱庄苏万军，以国债为名贪墨公款。其罪五：指使江湖杀手刺杀朝廷命官。丞相，你要我一条一条念完吗？
总共17条，每一条都有证据，人证、物证都在殿外候着。赵桓，你有什么话说？陛下，这是李默排除异己，他够了！来人，摘了他的官帽，押入天牢，等候发落。李默，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你以为？李默，从今日起，你接任丞相。臣领旨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听说你今天扳倒了赵桓，我来接你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赵桓献杀青，李默接任丞相。剧情进入第2阶段，你的任务是以柳如是的身份嫁给他。大婚之后，你就是丞相夫人。导演，他扳倒赵桓的时候，我在大殿外面，真的为他高兴。这说明你入戏了，入戏是好事。新政3条：第一，废除地方火耗提成，税收直达朝廷；第二，各县设立官学，免费招收贫寒子弟；第三，重修江南到京城的水路。丞相，这3条一推，全天下有权力的人都会反对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你们帮我盯着每一个环节，谁敢伸手，直接上报。丞相，外面来了好多送礼的队伍，各路官员豪绅送的礼都快堆到3条街外了。所有礼物一律退回，把送礼的名单制成榜文，全城张贴，让天下人都看看这帮人保住自己的利益都能干出什么事儿来。喝口茶，你一上午没歇了。你说我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？公子已经做到了。做到了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？李默，你做得好。赵桓那个老狐狸，朕早就想办他了。从今往后，这朝堂由你替朕看着。臣万死不辞。拿去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对了，你和柳姑娘的事，不必说了，朕知道了。改日，朕亲自为你们赐婚。道，这一段的数据很好，观众特别喜欢看封侯拜相的桥段。爽文嘛，观众看的不是真实，是爽。不过爽完了，就该开始挖坑了，给他准备一点让他开始怀疑的东西。布景组，下一场在数据上做点手脚，让税收数据的前3位一模一样。这种低级错误，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让他开始发现。你可知本官是谁？本官是……本官不想知道你是谁。你说他占了你的店铺，可有证据？有，这是房契，这是地契，这是街坊邻居的证词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李丞相，本官劝你想清楚，本官和宫中……你若觉得我的判决不公，可以找人递条子，但是在我递出辞呈之前，这个判决不会变。店铺3日之内归还，赔偿纹银500两，退堂。听说你今天在公堂上摘了官帽。他以为搬出宫里我就会怕，他不知道我最讨厌别人威胁。李青天，别，青天这帽子太重，我只是在做该做的事。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利了？你一到古代就吟诗，一吟诗就辞官，一辞官就扳倒了最大的贪官。现在你是丞相了，3个月就走完了别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。你在怀疑什么？不是怀疑，只是觉得也许上天真的偏爱某些人。他说的对，一切都太顺利了，顺利的像有人写好的一样。所有州上报的数据，前3位都一模一样，这种概率是多少？下一步，我准备推行摊丁入亩，废除人头税，按田亩征税。这项政策一旦推行，能减轻贫农的负担，但同时会触犯所有大地主的利益。丞相，消息已经放出去了，各地的反对声很大。我们收到了这个。他们不敢直接对抗朝廷，就用这种方式拖延。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他们执行不了，那我就亲自去看看，到底是执行不了，还是不想执行。
你要去哪里？江南，看看那些说执行不了的州县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去多久？半个月。半个月之后，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等我回来，给你带江南的好茶。你要请假？什么事儿？私事。王心怡，你是不是太入戏了？导演，我想请1天假，就1天，让我不去想这个戏，不去想柳如是，不去想苏婉。1天，但明天你必须回来，剧情不等人。导，演员的情绪管理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不是问题，是素材。入戏越深，最后醒来的那一刻就越真，那才是这季最高潮的部分。来碗面。老伯，我看街上人不多啊，生意不好做。可不是嘛，县里说要推什么新政，把地税改了，地主们不乐意，就把佃农的租子翻了1倍，佃农交不起租都跑了。人跑了，我们这些小买卖哪还有人光顾啊？县衙不管，管什么？知县老爷自己就是最大的地主，新政是上面要推的，他就做个样子，背地里把负担全转嫁到穷人身上。大人，要不要？不用，走吧。他们会不会是同一个人？李丞相，臣在。你年近30，早该成家了。朕听闻秦淮河上的花魁柳如是才貌双全，与丞相交好已久。既是两情相悦，朕就做这个媒赐婚。臣谢陛下隆恩。3日之后，朕亲自为你们主婚。退朝。陛下赐婚是你去求的？是。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因为我不想再等了。从第一次见你到现在，快4个月了。每一天，我都在等你，等你下朝，等你来画舫，等你跟我说你今天做了什么，扳倒了谁，又发现了什么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想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高兴。最终期，原来连假的也有尽头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你哭了？高兴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不是花魁，你是我李默的夫人，谁也不许欺负你。没有人欺负我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是有心事？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觉得你心里藏着什么东西。每次问你，你都说没事，但你的眼睛从来不会撒谎。等我们老了，我再告诉你。终于安静了。是啊，终于安静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从来不信运气，但遇见你，
我觉得我把一辈子运气都用光了。道，这段素材太真了。不是以为他入戏了，但没关系，戏终究是要收的。准备下一场，皇帝病倒，让剧情进入最后阶段。所有部门注意，第3季进入最终幕，皇帝病倒的戏明天开拍，所有演员做好准备。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。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丞相，陛下的脉象虚弱无力，像是操劳过度导致的气血两亏，需要长期静养。可有什么药物能治疗？臣尽力而为。李默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你替朕监国。陛下安心养病，朝中之事臣会处理。陛下最近吃了什么药？太医开的补药，每日1碗。药方是谁开的？太医院院士。陛下每日吃的药是你煎的？是小的煎的，但药方是院士大人开的，药材也是他亲自挑的，小的只管煎药。这包药我拿回去看看，你继续煎你的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他拿了一包药，他想查什么？算了，让他查。那包药里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我们给他铺好的路，他还没走完。陛下龙体欠安，命本相监国，有事启奏。那张龙椅看起来有点假。京城18个州县，没有一例新生儿记录。这不可能！还没睡？看一些旧账，你先睡吧。他在查，但没有证据，他什么也确定不了。继续观察。如果他发现了呢？那你的角色就该下线了，就像苏婉一样。摊丁入亩的阻力主要来自地方豪强，他们不敢明着对抗朝廷，就用阳奉阴违的招数。要破这个局，得先把最大的几个刺头拔掉。这3个县我已经微服去过了，知县和豪强勾结，把新政的负担转嫁给贫农。今天早朝我会弹劾他们，人证物证我都准备好了。丞相，弹劾5个知县会不会树敌太多？我扳倒赵桓的时候，树敌更多，怕什么？你们记住一件事，我们是替陛下监国，替天下百姓做事，只要自己干净，就不怕得罪人。臣有本启奏，弹劾。听说你今天又弹劾了5个知县。消息还是那么快。丞相府里的丫鬟告诉我的。你就不怕他们联合起来对付你？他们联合过，赵桓还在的时候，他们就联合了。联合又怎样？不还是输了？这个男人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，活出了最真实的样子。苏婉补拍流放途中染病身亡，李默需要在早朝上得知此消息。拍摄时间：明日。苏婉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。
如果不是我的弹劾，你不会被流放。明日早朝，流放地一族来报，李默得知后情绪爆发，此为第3季情感最高潮，请确保情绪到位。导演，这太残忍了，他在发烧，能不能缓2天？不能，观众等不了。为什么要让他为苏婉哭？因为你演得很好，因为观众会为这段哭，因为这就是戏。你一晚没睡？睡了一会儿。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？没事，可能是风吹的。不是风吹的，是哭过的。他的眼神不对，他在想事情。把刚才的镜头回放一下，注意他的瞳孔。他快发现了，没关系，让他发现，但不是现在。苏婉死的戏还要再刺激他一次，让他为苏婉哭完了，再让他发现柳如是的秘密。所有部门注意，苏婉之死明日拍摄，所有人不许出任何差错。报！边疆流放地传来消息，罪臣之女苏婉染病身亡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5天前，病来了急，当地的郎中没救过来，后葬。退朝。你今天1天没吃东西，你还好吗？你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？会回老家。你的老家在哪里？很远。很远是多远？坐火车。我是说，海外的国家有一种用火驱动的车，可以日行千里，人称火车。我知道了。我说了，火车。他什么反应？他什么都知道了，只是还没有确认。没关系，你的戏也快杀青了。丞相，这是流放地送来的苏婉姑娘的遗物。我从来没有告诉你，为什么我叫苏婉，因为我的真名不能在这个世界存在。就像你的诗，从来就不是你写的，但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都一样，都只是这个游戏里身不由己的棋子。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诗不是我写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柳姑娘，你认识苏婉吗？苏小姐是大家闺秀，我是青楼女子，我们怎么可能认识？那你们见过面吗？没有。明天我要去城外巡视河道，你陪我。好。王心怡，你演够了吗？你看，那边有人放风筝，苏婉也喜欢放风筝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们没见过面，当然不知道。苏婉被流放那天，我站在街角看着她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用嘴型跟我说了3个字：没关系。你觉得她为什么说没关系？我弹劾了她的父亲，抄了她的家，让她流放边疆，她为什么要对我说没关系？也许她觉得你做的对。也许吧。还在忙？不忙了，在想事情。想什么？想明天早朝的事。对了，明天早朝，我想宣布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他刚才试探了我2次。怎么说？他故意提到苏婉，看我反应。我觉得
他什么都知道了。静观其变。既然他明天要宣布，那我们就等明天，那就是你的最后一场戏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和每一天一样，和这4个月来的每一天都一样。这4个月来，太阳升起的角度从来没有变化过，每天都在同一个位置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在画舫上，我给你针灸，你问我那句诗是从哪里来的？对，我当时的回答是信，因为这句诗里的东西不像这个朝代的人能写出来的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不是你写的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句诗太现代了，不像任何一个古人能写出来的。但那天在茶楼，所有人都没觉得它奇怪，他们只是觉得好。你不觉得这太不正常了吗？你今天为什么说这些？因为我怕明天没有机会了。明天会发生什么？和每个月的15一样远。月亮的移动轨迹从来没有变化过。这是1个月前在他画舫上偶然发现的，不需要开机。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吃点东西再上朝。今天早朝可能会很长，你不用在宫门口等我。我等你，就像之前每一天一样。好，不管今天发生什么，我想让你知道，这4个月我很开心。这条路走了4个月，每一天都一样，现在变了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了，每个人都是 NPC， 像一个穿越了整个季节的人，终于走到了终点。王心怡，今天的戏你不用进去，在外面等着，这是他的独角戏。知道了。陛下，臣有一事想了很久，今天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出来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们都是真实的，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你们没有被安排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从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从皇帝到卖菜的小妇，全是标准口音，连一个方言词都没有。这放在任何一个真实的古代世界都是不可能的。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情，我来到这个世界4个多月了，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，没有婴儿的啼哭，没有小孩在街上跑，一条狗也没有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明白为什么。因为在拍戏的时候，小孩和动物是最难控制的，你们干脆就省略了，对吧？还有天气，4个月了，没有下过一场雨，因为在同样的位置升起，在同样的位置落下，月亮的轨迹从来没有变化过。你们这个摄影棚的灯光系统该升级了。然后我发现了2个女人，苏婉和柳如是，她们从不同时出现。苏婉在的时候，柳如是永远不在；柳如是在的时候，苏婉永远不在。我专门查了记录，他们来我府上的时间是精确错开的，
连时辰都对不上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人演的，对吧？我就知道，你迟早会发现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一个导演。我叫陈正，你可以叫我陈导。散了吧，今天的戏演完了。你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很早，但我一直没说出来，因为我想看你们演到什么时候。你是我们最好的演员，唯一一个没有剧本还能演这么好的人。过奖了，现在我想出去。走吧，你自由了。他呢？在外面等你，他请了假，他的戏也杀青了。全剧组注意，天选之子正式杀青。谢谢大家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很早，但我一直没有说破，因为我想看你们演到什么时候。苏婉的信是你故意放在遗物里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不想再演了，你想让我发现真相。从你说火车那天开始，你就已经撑不住了。对不起，我把你当猴耍了4个月。是4个月吗？还是2次？苏婉1次，柳如是1次，你演了2次，你比我累。走吧。去哪里？请我吃烧烤，我没手机，没法付钱。那4个月，你觉得哪一段是真的？你拿3万两给我的那天晚上，在画舫上，你说，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就好了。那句话是真的。那是即兴发挥，不在剧本里。我知道，所有不在剧本里的东西都是真的。那4个月我过得很开心，虽然是假的，但开心是真的。你也是。你会怀念那个世界吗？也许会，但假的终究是假的，我得回到真的里面来。哪怕真的里面没有成像，没有诗，没有秦淮河的月光，但真的有真的东西，比如这个烧烤摊，比如你。